柿子大量上市，医生强调，患这3种疾病的人谨慎食用，千万别乱吃。现在我们吃水果蔬菜都很讲究应季，在不同的季节吃的水果蔬菜都是不一样的。进入秋冬季节之后，柿子大量上市，无论是在早市还是超市都能够看到柿子的身影。陈大爷早晨去早市的时候就买了很多的柿子回来，到家之后和老伴说，早市这柿子又便宜又好，我就买了挺多的，平时没事就吃呗，还挺有营养。看着这一兜子的柿子，陈大爷的老伴沉默了，这柿子应该不能多吃吧？这个可不像其他的水果和蔬菜，挺有讲究的，就一个柿子能有什么讲究？陈大爷还是不信，所以在之后的几天有事没事就想吃一个柿子，甚至有时候还会空腹吃。没想到过了几天之后，因为胃疼直接进了医院。那么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呢？陈大爷怎么还会胃疼进了医院呢？一、常吃柿子的好处。秋冬季节正是吃柿子最好的时候，大量上市，营养价值又高。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，常吃柿子有什么好处呢？柿子一直以来都被寄予着非常美好的期待，意味着好事成双，心想事成等等。而要说起其好处，应该从其营养元素说起。在柿子当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，在进入人体之后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， 有很好的保护眼睛的作用，对皮肤健康也起着正向的作用。尤其是现在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，每天看电子屏幕的时间太长了，对眼睛的伤害是比较大的。如果平时可以适量的摄入柿子的，增加维生素 A 的摄入，对眼睛还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。在柿子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C 含量也很高，要比其他的水果高出几倍之多。其维生素 C 的主要作用是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，增强抵抗能力。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之后，很多人的身体素质比较差，经常动不动的就感冒。如果能够适量的补充维生素 C， 就可以使抵抗力有所增强，起到预防感冒的作用。再者，该种物质也有很好的美白淡斑的作用。现在很多的女性用的护肤品当中就含有 VC， 但是需要高浓度才有一定的美白作用。我通过内调的形式来补充维生素 C， 在美白淡斑上也有一定的作用。因为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，所以对保护心脑血管也有一定的效果。如果拿苹果与柿子作为对比，苹果当中的维生素 C 含量都没有柿子高，且含有的营养元素在保护心脑血管方面要比苹果更强。在柿子当中还含有有机酸和鞣酸，这类物质的主要作用就是能够刺激肠道运动的速度更快，有加强消化的作用，也可以增强人的食欲。从中医当中也认为柿子是有健脾益胃的作用。如果突然间胃口比较差，吃柿子有一定的帮助作用。再加上柿子当中含有一定的水溶性膳食纤维，可以调节肠道菌群，又能够预防便秘，在润肠通便方面有一定的作用。以上就是常吃柿子可以给身体带来的好处。那么为什么陈大爷吃完柿子之后会进了医院呢？二、患这3种疾病的人谨慎食用。一、脾胃虚寒。陈大爷之所以会进医院，是因为他属于脾胃虚寒的人。对于这类人群来说，经常食用柿子只会导致肠胃的负担加重。陈大爷在吃这方面又没有节制，就导致胃突然间的疼痛，有些人则是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腹痛和腹泻的症状。脾胃虚寒的人对于很多的食物都是有一定禁忌的，因为一旦吃多了没有注意，就会导致症状严重，从而造成胃疼，而且食物消化的能力也会下降。另外，从柿子所含有的成分上来说，也不能像陈大爷那样一次性吃的太多，或者是连续性经常吃，因为在柿子当中含有鞣酸比较多，如果和胃酸结合，那么就容易形成一种沉淀物。这种沉淀物的存在是容易导致胃部不舒适的情况更加严重，尤其是当不分时间的去吃，有些时候陈大爷就喜欢空腹吃，在这样的状态下产生不溶的物质会更多，胃部不舒适的情况也就会更加的严重。所以对于脾胃虚寒的患者来说，还是要谨慎使用。二、胃溃疡。除了脾胃虚寒的人，对患有胃溃疡的人来说也是不适合吃柿子的。因为患胃溃疡的人，其根本的问题是胃黏膜已经出现了破损，而柿子当中的物质会导致胃黏膜受到一定的刺激，病情就会更加的严重。
有些患者严重的程度是吃了柿子之后很有可能会导致胃部出血，这种情况就比较紧急。所以对于有胃溃疡的人来说，这种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都是需要谨慎一些的，更别提多吃了。3. 糖尿病。最后一种患者就是糖尿病患者，作为现在较为高发的一种疾病，其根本原因是身体的胰岛素分泌下降，造成身体里的糖分没办法正常利用，从而出现糖尿病。代谢类的疾病对饮食的控制都是比较严格的，尤其是要注重饮食上的一些禁忌，不然很多食物吃完之后，血糖会呈现出飙升的状态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，柿子就属于高糖分的一种水果，因为其糖分还比较复杂，比如含有葡萄糖、果糖和蔗糖等等。对于正常健康不存在代谢疾病的人，一次性吃得多，血糖波动都比较大，更何况是糖尿病患者，更是要慎重的去吃。也不是不可以吃，但是一定要控制好量，不然的话导致血糖飙升，很有可能会造成糖尿病越来越严重，引发并发症，就有些得不偿失了。以上所提到的这3种疾病患者在吃柿子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一些的，虽然其营养价值也很高，但是因为存在某些疾病的问题，可能吃了之后会造成疾病变得更严重。那么除了患有以上3种疾病的人吃柿子时要注意这些问题之外，在吃柿子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呢？3. 吃柿子还需要注意什么？第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不建议空腹去吃，在柿子当中含有很多的酸类物质，比如鞣酸、单宁酸。如果是空腹的状态下吃的话，此时胃部当中胃酸的浓度要比正常状态下高很多，也就容易形成没办法溶的沉淀物质，很容易会形成肺结石。所以建议在吃柿子的时候不要选择空腹吃，最好是在用完餐消化一段时间之后再吃。第二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柿子与一些食物可能会有相冲的情况出现。虽然很久之前就有辟谣食物相克的道理并不完全准确，但是柿子的营养元素相对较为丰富，酸类物质又比较多，所以建议还是不要和高蛋白的食物一同食用，因为有一些肠胃比较弱的人反应会比较明显，可能会出现恶心、呕吐或者是腹泻的症状。而高蛋白的食物大多数是以海鲜类为主，比如鱼虾或者是螃蟹。第3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，如果平时腹泻问题较为严重，那么也不建议吃，主要是因为柿子有促消化的作用，如果是经常腹泻的人有消化道问题，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，对健康的影响还是挺大的。第4个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不要一次性吃的太多。虽然我们现在吃的柿子完全成熟之后，没有太强的酸涩感，酸类的物质也会有所减少，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物质完全消失了，所以吃的太多，身体也会有明显的感受，尤其是像嗓子和口腔会有轻微的疼痛感。所以为了身体健康，避免受伤，柿子还是不要一次性吃太多，任何东西贪多都容易出现健康问题。以上就是吃柿子需要注意的其他问题。现在正值柿子大量上市的季节，我们怎么挑才能够挑到好吃的柿子呢？相信有很多人在吃柿子的时候，咬一口就觉得特别的酸涩，其实这与挑柿子是有一定的关系。学会以下办法，可以让我们挑到好吃的柿子。我们肯定是先要看一看，最好选择相对较为规则的金黄色或者是橘黄色的。这种柿子通常是没有涩的感觉，吃一口几乎都是甜的。然后可以拿起来闻一闻，正常成熟的柿子是有自然的香味，并不会闻到发霉或者是有酒精的味道。如果酸味比较明显，也说明是变质了。最后我们可以上手摸一摸完全成熟的柿子，没有涩感的几乎表皮都是比较软的，如果摸上去比较硬，这种柿子多半都是不好吃。不过也不排除有一些柿子就属于硬皮的品种，如果是这种品种，在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去皮，因为可能肠胃不好的人吃了会难受。结语：现在正是吃柿子的季节，大量上市还很甜，很多人总是忍不住多吃一些柿子，甚至是容易和一些食物混合在一起吃，其实这对健康还是有一定影响的，存在隐患。还有就是要注意，有些人本身患一些疾病是不适合吃太多柿子的，
在吃之前还是要谨慎一些，比如脾胃虚寒、患有胃溃疡以及糖尿病患者，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。而吃柿子的时候，不建议大家空腹吃，而每次吃的量也要控制好，不要贪多。